江峰世界，朋友们好。6月13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上不声不响地挂出了一则通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喻晓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乍一看，这实在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新闻。一个人保集团的副总裁，虽然贵为副部级高官，但在今天这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年头，落马个把高级干部原本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如果你稍微留点心，去网上搜一下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虽然百度百科这类地方还能看到一个干巴巴的条目，但他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详细履历，特别是那些跟各大权贵集团交叉任职的细节，在通报发出的几个小时内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连国内那些号称后台硬、数据库全的顶尖财经媒体，比如财新网，在发布通报新闻时，竟然找不到这位副部级高官确切的出生年月。财新只能根据以前的残留资讯，在那儿掐指一算，尴尬地推算说他现年近69岁，推测大概是1957年生人。朋友，你想想，在一个大数据监控到毛孔的国家，一个在国开行、人保集团待了几十年的副部级高干，他的生日竟然成了专业媒体都破译不了的摩斯密码。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人不只是想让他下台，更有人急吼吼的想把他身上那些跟大人物、跟大项目勾连的历史痕迹统统给抹成一片空白。一个人已经退休快10年了，不仅晚节不保，甚至连他最基本的生平资讯都要被特殊处理。这事儿想想都够吓人的，背后藏着的那个秘密分量得有多重？今天动他，把他的生辰八字都给全网封杀，不是因为他突然跳出来干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当年经手的那本旧账，在今天成了一颗随时会炸的政治地雷，而他背后的那座大山已经护不住他了。要搞清楚喻晓平是个什么角色，咱们先别盯着他最后落脚的人保集团，那不过是他快退休前去养老挂个闲职的地方。咱们得去看看他履历中分量最重、待了整整16年的老东家——国家开发银行。从1994年到2010年，喻晓平把一个金融官僚最黄金的岁月全都留在了国开行。在那16年里，国开行是谁的天下？懂点中共金融圈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共8大元老之一陈云的长子陈元的地盘。陈元从1998年开始接手国开行，一直干到2013年，硬生生把这个原本只负责政策性贷款的机构经营成了自家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独立王国。在那个年代，谁能拿到国开行的钱，谁就能建功立业，谁能决定这笔钱给谁，谁就是权贵眼里的活财神。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倒一点，大家都知道，早在2019年到2021年期间，中南海那位为了巩固权力、清理历史山头，曾经对陈元的国开行旧部发起过一波极其猛烈的清洗。当时陈元的接班人国开行员董事长胡怀邦进去了，最后被判了无期。陈元当年最信任的大管家、运行总监张茂龙进去了，评审专家张林武也进去了。那几年国开行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只要是陈元当年重用的核心骨干，几乎被连锅端。但是朋友们，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在那场席卷国开行的政治风暴中，作为陈元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先后掌管过国开行武汉分行和深圳分行的喻晓平，居然毫发无伤。他不仅没有被当年的风暴扫到，反而安安稳稳地在人保集团副总裁的位置上拿到了退休金，平平安安地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在中共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场绞肉机里，这合理吗？这绝对违背了官场常识。当年他之所以能独善其身，真相只有一个，他的手里握着一张连中南海纪委办案人员都不敢碰的免死金牌。因为他虽然身在陈元的阵营，但他真正在伺候的，真正在给输送巨额利益的主子，恰恰是塔尖上那位的自家人。纪委查到他这儿，
一看账本后头连着皇亲国戚，只能默默地把卷宗合上，当没看见。那么问题来了，既然2021年那波最凶猛的清洗他都躲过去了，为什么到了2026年6月的今天，他却突然被中纪委拿下，而且简历被删得连出生年月都不剩？这正是咱们今天要揭开的最核心的政治暗战。要看懂这个局，咱们就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23年前。2003年1月，46岁正值壮年的喻晓平接到总行的一纸调令，跨越千里南下，出任国开行深圳市分行行长，并在那个位置上盘踞了整整7年。这7年是深圳历史上极其特殊的7年。当时的深圳为了迎接2011年世界大运会，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5号线等大动脉进入了疯狂的建设期。修地铁是个填不满的吞金兽，动辄几百上千亿的资金缺口从哪儿来？这时候，喻晓平手里的国开行深圳分行就成了深圳地铁集团，简称深铁，最主要、最坚实的超长期银团贷款提供方。也就是在喻晓平给深铁源源不断输送资金的同时，深圳商界悄然出现了一家极具神秘色彩的民营公司——深圳市远维实业有限公司。咱们用国内公开的工商登记资料来说话，这家公司早在1997年就注册了，法人代表叫邓家贵，公司的全资股东就2个人，邓家贵和他的妻子齐乔乔。齐乔乔是谁？就是当今中南海老大的亲姐姐。早年间，齐乔乔夫妇在深圳经商，其实并没有搞出什么名震江湖的大动静。后来他们去了北京搞房地产，弄了个叫官园的小区，结果弄得一地鸡毛，水土不服。到了2005年前后，也就是老大在地方上步步高升，同时喻晓平在深圳把国开行的资金水龙头完全拧开的那个时期，这对夫妇痛定思痛，把生意重心重新杀回了深圳。他们终于认清了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干苦活累活的商业奇才，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那块无人能及的红色招牌，是提供顶级的政治资源，是撮合巨大的利益交接。于是在2005年，这家原本没什么大型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民企远维实业，极其高调地跟国企巨头深圳地铁集团合资，成立了一家名为深圳地铁远维商业发展公司的机构，专门做深圳最肥的一块肉——地铁上盖物业，也就是今天常说的 TOD 模式。一家民企跟垄断核心资源的国企搞合资，居然能一口吞下高达40%的股份。当年连新华社广东分社和南方日报都去凑热闹报道过这个国企民企合作典范。当然了，这些报道后来都在互联网上被悄无声息地和谐了。咱们就拿其中最经典、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一个项目——深圳地铁东门老街站上盖物业来说说。去过深圳的朋友都知道，东门老街那是深圳人流量最大、最繁华、寸土寸金的绝版商圈。地铁在这个站点的正上方盖了一栋15层的地标性综合建筑，楼下是每天日进斗金的旺铺商场，楼上是高级公寓和写字楼。这栋楼在2004年立项之初，明面上的规矩是深圳地铁出钱出力占股60%，远维实业占股40%。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教科书级别的财富乾坤大挪移。国企深圳地铁辛辛苦苦地跑规划、搞拆迁、打地基、建大楼，熬到了2011年下半年，这栋大楼已经接近完工，外墙的玻璃幕墙都挂上去了。眼看着这只金鸡马上就要生金蛋，马上就要进入源源不断收租获利的美好时代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深圳地铁集团突然召开会议，火速签署了一份协议，把自己手里持有的那60%的国资股份悉数彻底地转让给了远维实业。经过这一把堪称魔幻的股权变更，这栋由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由深圳地铁耗费心血建出来的黄金地标资产，在即将下诞的前夕，
被齐乔乔和邓家贵夫妇兵不血刃的连盆端走，完全变成了这2个人的100%全资资产。后来有海外媒体，比如朝日新闻的记者去暗访当年远为实业的内部员工，员工在匿名状态下都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明目张胆的国资转让要是能通过，如果没有极硬的政治人脉，那是骗鬼的。在这个极其庞大且隐秘的财富盛宴里，喻小平扮演了什么角色？咱们把这3张牌凑在一块儿看看。第一张牌是提供弹药的总闸门，正是喻小平主政的国开行深圳分行用100亿级别的超长期低利息政策性贷款，把深圳地铁集团给喂饱了，给了他们大举拿地盖楼的底气。第二张牌是拿地干活的长工，深圳地铁集团用着国开行的钱，利用自己的国企特权，拿下了东门老街这样根本不可能对外公开招标的绝版地块，把楼给一点点垒了起来。第三张牌是最终摘桃子的主子，挂着通天背景的远维实业，在最后关头闪亮登场，把国资股份吃干抹净，把大楼揣进了自家的腰包。我今天在这里坦白地告诉大家，我手里并没有一张盖着红色印章的银行流水单，能直接证明喻小平把国开行的钱直接打进了齐乔乔的私人账户。但是朋友们，咱们都是有常识的成年人，你们自己来评判一下，一个掌握着国库钱袋子的行长，一个负责把钱变成地标建筑的国企，一个在楼盖好那一刻把大楼合法私有化的权贵家族，这3方在时间上咬得严丝合缝，在空间上完美重叠，在资金流转上更是畅通无阻。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天然巧合的商业奇迹吗？喻小平在深圳的这7年，表面上每天穿着西装套裙开会看报表，但实际上他就是这个由权力、国企、顶级政治权贵交织而成的生态圈里那个最懂事、最会察言观色、最懂得如何把国家的钱不露痕迹地变成权贵私产的资金总闸门。朋友们，看咱们聊中南海这些惊心动魄的博弈，确实费脑子，也挺累心的。在这种动荡的世道，权力是虚的，钱财也可能缩水，唯有健康的身体才是咱们每个人实打实的本钱。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好东西，普瑞堂黑参。它是传承古法工艺，帮您在疲惫和压力大的时候找回那股子精气神和精力。如果您想支持江峰，也想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的陪伴，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时记得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现在普瑞堂提供全球包邮，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只要购买满$500就送您一根精选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好，广告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聊喻小平在深圳那198个亿的贷款到底定点扶持了谁。提到喻小平在深圳的操作，如果咱们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深圳地铁那栋楼上，那就太低估这位金融大姐大的能量了。还有一件极其违背金融常识的案子绝对不能漏掉。当年喻小平刚到深圳不久，为了凸显自己金融服务地方的政绩，代表国开行深圳分行大笔一挥，跟深圳市政府签了一份高达300亿元的金融合作授信协议。300亿在2003年那绝对是一笔泼天的富贵，不知道多少区长局长眼巴巴地盯着这块肥肉。但是这笔钱是怎么分的呢？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和金融风险控制规律，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这笔钱理所当然应该投向最赚钱、最核心、商业回报率最高的福田区和罗湖区。可是喻小平偏不，他在签完这300亿的总盘子后，居然大笔一花，从中拨出了整整198个亿，将近2/3的真金白银，一股脑全砸向了当时还被深圳人戏称为关外大农村的龙岗区，放着市中心稳赚不赔的买卖不干，偏偏把巨额筹码全压在一个当时连基础设施都还没搞利索的偏远大区。这在任何一个学过一天金融的人看来都完全说不通，但在中共的官场黑箱里，这不叫贷款，这叫定点扶持，
这叫拿国家的钱去给特定的政治势力输血。那我们就得好好看看当年的龙岗区到底是一片什么神奇的土地，谁在那儿主政。当时刚刚离开龙岗区，但此前在龙岗深耕了整整10年的前区委书记名叫刘志庚。刘志庚虽然人升迁走了，但他早就把龙岗区经营成了他个人的独立王国，上上下下的局长科长全是他一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在于小平疯狂砸钱的时候，接手龙岗区委书记的叫李明。说到这儿，您肯定要在心里打个问号了，江峰这刘志庚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跟塔尖上那位跟黄姐齐乔乔又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能让于小平把国库的银子不要命的往他怀里塞？你要以为刘志庚只是一个普通的广东官僚，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刘志庚其实是老大当年在南方亲自收编的一颗深埋雷，是他在广东这片地盘上最得力的地下管家。大家想想，黄姐的地产公司要在深圳拿地开发，光有于小平在银行端放出的国开行贷款是不够的，在基层你得有人负责搞定那些麻烦的征地、拆迁、土地规划和行政审批。刘志庚就是那个在前面开路，专门替黄姐干脏活累活的地头蛇。他在龙岗深耕10年，其实就是帮着黄姐在基层筑巢引凤。于小平砸向龙岗的那198个亿，名义上是搞建设，实际上是老大通过金融渠道给刘志庚这支南方地下部队发的活动经费和安家费。这笔钱通过刘志庚控制的各种城建外包公司转了一圈，最后的神奇效果是成本全由国家的贷款背了，利润全进了黄姐齐乔乔的口袋。这就是为什么刘志庚后来能像坐火箭一样升迁，一路从深圳升到东莞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他靠的不是传统的广东帮，而是这份对黄家的绝对忠诚。刘志庚在东莞干了什么？外人只知道东莞当年风月场所遍地，是名副其实的性都，但很少有人看懂，在那满城红绿灯火的背后，掩护着的是多么庞大的地下钱庄和黑金洗钱机器。后来胡春华主政广东，在东莞大搞扫黄打非，表面上是抓嫖客，实际上就是冲着清洗刘志庚背后的这套黑金网络去的。于小平之所以能把钱放得这么准，这么肆无忌惮，绝不仅是因为他个人胆子大，他非常清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是在拿国家的金库替最高层进行政治资源的跑马圈地。他砸下去的不是钱，是向特定政治势力递交的投名状。如果听到这里，你以为深圳的这些事儿就是于小平权钱交易的巅峰，那你可就太小看这个女人了。在南下深圳之前，她其实已经在另一个震惊世界的大舞台上完成了自己作为超级洗钱机器的成年礼。那个地方叫武汉，那个项目叫三峡工程。咱们把时间拨回1994年，那一年的春天，李鹏家族念兹在兹的世纪工程三峡大坝即将全面开工，这也是国开行刚刚成立的年份。三峡工程在开工之初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局面，工程周期长达10几年，耗资是个无底洞，而且存在极大的环保和移民争议。当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商业银行敢接这个烫手山芋，大家都怕这笔钱投进去连个响都听不到。这时候陈元的国开行挺身而出，国开行以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为信用实体，率先向三峡甩出了300亿元，期限长达15年的巨额贷款，硬生生把三峡初期的现金流给拖了起来。而当时在国开行总行国际金融局担任副局长，专门负责经手这笔海量融资和信用证开立的正是于小平。到了1999年初，三峡工程进入了大江截流后的2期蓄水和发电机组安装阶段。这个时候每天烧钱的速度是以亿来计算的。为了更贴近项目，更精准地掌控这笔巨大的资金流转，国开行特意成立了首个分支机构武汉分行。而总行钦点去当这第一任武汉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的人，不是别人，又是于小平。于小平在武汉干了什么？他去那里可不是去视察大坝倒水泥的，
他去干的是极其高级的金融魔术。表面上，国开行武汉分行是在推动三峡公司的各项机制建设，提供开发性金融支持，但在暗地里，喻小平是在用国库的钱，帮着当时掌控国家电力的那些红色家族，建立起一整套能够把国有资产合法套现的法人结构。在喻小平掌舵武汉分行期间的2002年9月，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到了2003年，长江电力成功在股市挂牌上市。大家看懂这个操作了吗？这在金融界是一套极其丝滑的资本洗白流程。国家用政策性贷款把大坝建起来，把发电机组赚起来，然后把这些最赚钱的发电资产剥离出来，成立股份公司，推向资本市场，最后通过错综复杂的股权代持和利益输送，让那些躲在幕后的老一代权力家族合法的分享滚滚而来的股市红利和发电暴利。喻小平因为这个成绩，把武汉分行办成了国开行内部的金字招牌，综合业绩在全国系统内排名第一。他为什么能拿第一？因为他服务的是当时中共政坛上最有权势的官僚集团。他用完美的金融手段证明了自己不仅能管好钱，更懂得如何把国家的钱输送给那些真正的主子。所以咱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喻小平这个人的职业生涯，你会发现他的履历其实极其工整，简直就像是一副为中共顶级权贵定制的绝妙对联。他的前半生在武汉是替那个搞三峡大坝的老一代权力家族看管钱袋子，把国开行的贷款变成了电力巨头的上市资本。他的后半生在深圳是替当朝老大亲姐姐的公司当资金总闸门，把国家的地铁上盖物业变成了权贵的私人大楼。哪里有国家巨额资金的流动，哪里有顶级权贵需要变现的资产，哪里就有喻小平的身影。这不是一份简单的银行家简历，这是一张赤裸裸的替中共两代最高层分配国家财富的路线图。他之所以能在陈元派系覆灭时躲过一劫，平平安安地干到退休，正是因为他前半生伺候好了老一代的权贵，后半生又抓住了新时代的皇亲国戚。故事讲到这儿，咱们再回到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不管是三峡的陈年旧账，还是深圳东门老街那栋大楼的股权转让，那都是10几20年前的旧事了。喻小平本人也已经退休快9年，连平时喝茶遛鸟的圈子估计都换了好几波。中共官场历来讲究既往不咎，只要你退了，只要你不瞎折腾，通常大家都能保持一个体面。为什么偏偏是在2026年6月的今天，这帮人突然翻脸，把一块陈年老黄历硬生生地扯出来，甚至急得要把他的生辰八字都从网络上抹掉？咱们把眼光放高一点，看看今天这个时间点大环境到底变成了什么鬼样子。大家看看这2天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中国政府债务突破了惊人的100万亿元人民币，5年内翻了1倍。A 股3大指数开盘全面暴跌，连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车企都在商会里哀嚎，说无底线的价格战已经让他们内伤严重。各大外企都在琢磨着怎么把供应链往外挪。大洋彼岸的川普政府正在挥舞着关税大棒，切断中共获取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所有通道。一句话，地主家不仅没有余粮，连装粮的缸底都漏了个大窟窿。国内的地方政府穷得叮当响，甚至连最基层的运转资金都拿不出来。在一个庞大的独裁政权面临极其严重的钱荒，且内部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官场的逻辑就彻底变了。这根本不是老大在那儿大义灭亲或者继续清理门户，恰恰相反，这是反对派在搞绝地反击。咱们都知道，这2年军委内部斗的是你死我活，老大的威信和对官僚体系的常规控制力已经千疮百孔。那些在连番政治清洗中憋了一肚子火的各路势力，那些被逼到墙角的反对派，现在开始利用手里的残余权力，玩起了剪群编的战术。他们怎么操作的呢？他们去找当年落马的胡怀邦、张茂龙这帮国开行旧部，威逼利诱，拿减刑做交易，逼着这帮人开口。当年你们国开行在深圳放的那些几百亿的贷款，
到底去哪儿了？玉小平当年干了什么？你们给我咬出来！政敌们利用这种顺藤摸瓜的手法，把一件本来已经被按下去的旧案重新翻了出来，强行把玉小平给拽上了案板。这招叫什么？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抓玉小平，表面上是查一个退休的老行长，实际上是把一把刀子架在了老大家族的脖子底下。反对派的意思很明确，你真以为你能做到一手遮天？你亲姐姐当年在深圳拿地铁大楼的烂账，那几百亿国开行贷款的去向，现在全在我的卷宗里。你要是再敢对我们痛下杀手，大家就鱼死网破，把这些账本全抛到阳光底下，看看你这个反腐英雄的底裤到底有多干净。所以这就是为了抓老大家族的痛脚，逼老大在政治版图的划分上低头让步。这也就是为什么玉小平的简历会在一夜之间被删得干干净净，因为老大的阵营慌了，他们害怕公众去搜索这个女人的过去，害怕大家顺着她在武汉在深圳的履历顺藤摸瓜查到黄姐的公司，查到那些永远见不得光的财富大转移。删简历不是为了保护玉小平，而是为了斩断这把烧向自家后院的大火。当中共极度缺钱且内部充满了权力的不安全感时，这种狗咬狗的戏码只会越来越惨烈。剩下的答案，我相信屏幕前聪明的你自己已经在心里画好那条连线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